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這一次的深入探討。那我們今天要來深究的這份素材，就是部落客阿舍的遊記，叫做《阿舍的精彩生活四國遍路》。他在2026年的春天，花了19天，徒步跨越了日本四國的高朱縣，還有愛媛縣。對，也就是從第24番走到第53番札所。沒錯，我知道只要一提到四國遍路，大家腦海中一定會馬上浮現那種穿着白衣、戴着斗笠、很傳統的那種苦行僧形象。但其實阿舍的切入點完全不一樣。真的，這就是這份遊記最吸引人的地方，因為我們都知道遍路是一條有1200年歷史的佛教朝聖之路嘛。但阿舍在日誌裡面非常坦白，他直接說他根本沒有什麼特定的宗教信仰。對，他完全不是為了祈求神明保佑，或者是尋求某種神聖的啟示。他純粹就是把它當成一場長途徒步旅行耶。其實這種非宗教的世俗視角，反而賦予了這趟旅程一種全新的穿透力。你試想哦，當你沒有帶着那種我一定要獲得救贖，或者是我必須要完成還願的強烈目的性的時候，你的感官反而會完全打開。因為我们在現代社會真的習慣了每一件事情都要有 KPI， 連出國旅行都要計算那個 CP 值。對，但阿舍他不帶這種預期心理上路，反而讓這條古道上的每一個隨機事件都變成打破我們現代人思維慣性的一種震撼教育。哇，說到打破思維慣性，我們絕對得聊聊那個預切帶。只要熟悉遍路的人一定都知道，這是當地居民無償提供食物、飲料，甚至是金錢給遍路者的傳統。沒錯，但阿舍的遊記裡對這件事的反應真的太有趣了。因為你想哦，如果今天你在台北街頭，突然有個陌生人跑過來塞水果或是零錢給你，你的直覺反應絕對是覺得遇到詐騙吶，或者是覺得你是不是想推銷什麼東西？對，然後心裡會想說，我拿了是不是就欠你一個人情？其實這就是我們在工商業社會建立起來的一種交易防疫機制啦。我們早就被訓練成相信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所以當阿舍在第9天遇到那位特地跑來給他草莓預接待的當地人時，他的心理衝擊是非常巨大的。真的，他遊記裡寫說他當下有點不知所措，因為這不僅僅是當地人很熱情而已，這其實是在挑戰我們大腦裡面那套等價交換的運作邏輯。如果我們把這個連接到更大的脈絡來看，這其實牽涉到一種非常古老的禮物經濟。當地居民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辦法親自去走遍路，所以他們透過款待遍路者來參與這段旅程，這在當地叫做代參。哦，代替參拜的意思。對。在他們的信仰體系裡面，遍路者是跟弘法大師同行2人的，所以當阿舍收到草莓的時候，當地人根本不期待他回報什麼。阿舍只需要給他們一張寫着自己名字的納札，當做感謝就好，對吧？沒錯，就是那個姓名紙條。這種交流的本質不是我給你東西，你欠我人情，而是我透過你連接了更大的信仰網絡。哇！所以對阿舍這種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這反而變成了一種人性的治癒耶。他在遊記裡反思說，我們現代人住在公寓就像住在鴿子籠裡面，鄰居幾個月都碰不到一次面，就是大家都怕麻煩別人，也怕被別人麻煩。對。但在這條路上，陌生人對你釋放的卻是那種毫無保留、沒有條件的善意。這就像是在一個充滿算計的系統裡面，突然發現了一個充滿溫暖的 bub。這個比喻很棒。當你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真的可以存在這種純粹的善意時，你對社會的信任感就會慢慢修復。不過，如果說人類的善意修復了他的靈魂，那四國的大自然跟環境，絕對是在無情地摧毀他對控制權的幻想吧。對，大自然可是從來不跟你講道理的，這裡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像是第11天的時候，阿舍在雨河島遇到了連撐傘都沒有辦法防禦的狂風暴雨。如果是一般習慣把行程排得滴水不漏的現代旅行者，遇到這種事大概就崩潰了吧？絕對崩潰，大概就是立刻拿出手機狂刷天氣預報，或是硬着頭皮冒雨前進，然後一邊走一邊在心裡咒罵。對，這就像我們手機裡有一個 App 一直閃退，但我們還是拼命按重新整理，期待它突然可以跑得動。
但阿舍的做法很不一樣，他的原則是打不贏就加入嘛。既然雨大到沒有辦法在山林裡面徒步，那他就不走了。他直接把這一天變成城下町觀光日，他跑去逛雨河島，甚至去看了日本很少見的巨蛋型鬥牛場。對，這聽起來好像很簡單，但這背後其實需要極高的心理彈性。這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在生活中遇到阻礙的時候，常常會陷入一種沉沒成本謬誤。就覺得我都花機票錢來了，我都走到這裡了，我不繼續走完怎麼行？沒錯，我們會覺得死磕到底才是勇敢。但阿舍告訴我們，勇敢改變行程，才是愉快旅行跟生活的不變信條。停頓的瞬間，有時候才是保全整趟旅程的關鍵。哇，這種轉彎的智慧，在面對四國的交通系統時，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四國偏鄉的公車真的是個大魔王，他在第5天的時候經歷了一場搭錯車驚魂。對，四國偏鄉的站牌就是一隻超不起眼的小鐵牌。然後他好不容易追上了一班一天沒幾趟的公車，上車剛喘口氣，看着窗外，突然發現，等等，這風景怎麼似曾相似？結果他搭反方向了。遇到這種事，一般人的大腦杏仁核通常會立刻接管，然後就開始恐慌、自責或者是憤怒。你會想說，完了，今天的行程全毀了。但阿舍完全沒有花1秒鐘在懊悔，他立刻開始計算迷路的投資報酬率，他在哪裡下車損害最小，在哪裡可以轉車。他甚至寫下一句話說：對則加勉，錯則改進。對，他把這當成一種人生應對的考驗。這點非常核心，在我們這個過度追求效率的世界裡，我們太害怕犯錯了。但阿舍把犯錯跟迷路從道德或能力的批判中剝離出來，它就只是一個需要被處理的客觀狀況而已。真的，當你不再為了搭錯車而懲罰自己的時候，你反而能看到迷路帶來的意外風景。這也讓我想到他對休息的定義跟我們一般人完全不同。他在第6天還有第13天的體悟，真的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一般旅行最累的就是趕時間。真的，為了不浪費時間，每天早上6點起來吃飯店早餐，然後像行軍一樣趕3個景點打卡，那根本不是休息，那是另外一種高壓的專案管理。因為我們把休息視為一種暫停生產力的罪惡啊。但在便路上，阿舍發現有便利商店就吃，沒椅子就直接坐地上。他第13天還決定徹底讓自己放空休息1天，跑去內子町看白牆建築，吃那個有名的5色素麵。對，所以給想挑戰長途徒步的新手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這不是競賽，不要重複同樣的動作直到精神渙散。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不趕時間才是真正的奢侈。講到這個肉體極限，雖然他心理調試得很好，但這終究是一場極端考驗體力的旅程。我們來看看他從高知縣推進到愛媛縣的那些數據，真的很驚人。從高知的修行道場跨越到愛媛的菩提道上，這不僅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肉體跟精神的雙重淬煉。第10天，他跨越松我堂，也就是從高知到愛媛交界，那天升降600公尺，他竟然走了38000步。38000步，對，而且到了第15天，在宋山市郊，他又單日狂破了37000步，一口氣連走6座林場。我真的很好奇，人在這種極度疲勞的狀態下，大腦到底是怎麼運作的？不會每走一步都在心裡尖叫，想要放棄嗎？其實這就涉及到一種心流狀態，或者是某種程度的解離。阿舍自己也有分析過，像第1天剛開始，大腦專注的是移動與安頓，就是找路跟找住宿。然後到了第2天、第3天，就會進入意志與體力的對抗期，你會強烈感受到水泡的痛楚跟肌肉的痠痛。但是，當這種高強度的步行持續超過1-2週後，大腦會進入一種臣服的狀態。臣服是不抵抗痛覺了嗎？對。你接受了痛楚，就是現在身體的一部分。你的意識會慢慢從腳底抽離，進入一種近乎冥想的平靜。
腳步變成一種自動化的節拍器。所以當他第15天拖着身軀，最後去道後溫泉洗盡鉛華的那一刻，那是一種心理上巨大的釋放。哇，那是不是因為這種肉體臣服之後的狀態，讓他對路上看到的各種衝擊畫面接受度也變得重高了？因為他在第8天造訪金剛服飾時，竟然在裡面看到了一幅瑪麗蓮·夢露的普普風畫像。哈哈，對，這個反差真的大到不可思議。但這正是他世俗觀察筆記最迷人的地方。他沒有用一種極端保守，覺得這是褻瀆的角度去批判，而是看到了背後的生存機制，對不對？這應該不是住持個人的惡趣味吧？當然不是，這其實反映了現代日本鄉下寺院的經濟現實。這些寺院大都是自負盈虧的，隨着人口老化跟流失，傳統依賴當地信眾供養的制度正在崩解。所以他們必須要結合商業運作跟創新，才能把這些千年建築維持下去。沒錯，所以瑪麗蓮·夢露的畫像其實是寺院為了生存展現出的一種極度務實而且充滿彈性的策略。阿舍是用一種很包容的眼光看待這種傳統與現代的碰撞的。難怪他第17天去福山的神聖寺，看到那個叫光庭的建築時，也是充滿讚嘆。那簡直像是一個漂浮在傳統庭園上的太空艙。對，這些都在試圖解答同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時代，我們該如何安頓人心？而且不只是建築，現在遍路上的人口組成也變成了一個微型的國際村了。這個超級酷的，他在第14天9萬高原那邊遇到了一個全程搭帳篷野宿的美國背包客，那個真的很硬核，超硬派的。然後同一個破曉時分，他又遇到了一位一見如故的法國人，這畫面真的很有電影感。不同國籍的人在深山裡共享同一份苦難跟平靜。因為信仰與尋找內心的渴望是不分國界的。在現代社會，我們雖然物質豐裕，卻常失去確定感。這些國際旅人其實都是透過這種最原始的步行，來重新確立自己與世界的連接。真的，所以我們今天一路聊下來阿舍這19天的4國遍路，表面上是走了30座寺院，但實際上他在示範一種充滿彈性的人生觀。沒錯，他不預設強烈的宗教目的，卻收穫了滿滿的人性溫暖，也就是那個預接待。面對極限的步數跟突如其來的大雨，他學會了打不贏就轉彎的從容。所以你不需要馬上買機票去走1200公里，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試着放下對行程的過度控制，在搭錯車時深呼吸，或是對需要幫助的陌生人提供一次屬於你的預借貸。說得太好了。那在節目的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給你反思。今天我們討論了在長途旅行中，因為沒有期待，反而收穫了人性的溫暖與風景的驚喜。那麼在你現在的生活軌跡中，哪一個部分是因為你抓得太緊，過度期待，反而讓你感到疲憊不堪的呢？如果明天你試着對那件事完全放手，像遍路者一樣只專注於走好眼前的這一步，你的生活會出現什麼樣的奇蹟？就真的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謝謝你今天加入我們這次的深入探討，我們下次見嘍。下次見。